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我的右夫人，大汉和亲公主解忧。解忧见过大单于。我早听闻解忧公主骑射过人，今天一定要见识一下公主的英姿。单于过奖了，解忧的骑射技术，在大汉公主里还排不上名号。公主过谦了吧？父王，虎姑叩见父王。免礼免礼，爱女别来无恙啊。多亏昆明照顾。不过，一会儿我为昆迷设宴接风，你和右夫人要不要为我们表演一下骑术，助助兴啊？妹妹这身行头，倒是挺惊艳的。姐姐过奖了。骑马向来都是我们匈奴女子的强项，不像汉人女子，从不出闺门。妹妹这身行头虽然可人，但是要论骑术，姐姐就不敢恭维了。哎，不过，你这话说的为时过早。解忧公主的骑射美名，你难道没听说过吗？听倒是听说过，就是没见识过。那解忧今日就献丑了。先夺得骑者赢，中途坠马者后夺得骑者输。两位夫人做好准备，比赛开始。没想到右夫人骑术如此精湛。我早说过，右夫人善骑射嘛。汉帝能如此教育自己的公主，实属罕见，真让人钦佩。父王也是因为见识到了匈奴骑兵的强盛，才反思汉军的不足。其实解忧的骑射技术不算精湛，还有很多大汉公主比我厉害很多呢。右夫人今日让我大开眼界，说吧，要什么封赏？解忧希望以后后宫的女眷可以同来狩猎。这叫什么封赏啊？我是问你，你要什么？昆明有所不知，后宫女眷犹如笼中之鸟，虽然生活在这片草原上，却不能感受草原辽阔的自由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东西呢？说得好，姑答应你。谢昆明。今天我们刚到草原，一路舟车劳顿都累了，不如先回大营休息。明日狩猎大赛正式开始。走。
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这。有什么话你快点说，我还要回去呢。你说啊！说话！到底怎么了？你就那么想得到昆明的信任和宠爱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顾一切的去抢夺红旗，就是为了赢得比赛？赢有错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你从马上摔下来，什么后果？我不会的，我有把握。你有什么把握？以前在戏班子的时候，所有马背上的杂耍我都练过。这是杂耍吗？总之我有把握。愚蠢！你一味的想赢，想要昆明赢得比赛，你甚至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。我就是为了昆明比赛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我不比胡姑差。你这么做跟后宫那些争宠的女人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不单单是为了争宠，我还要让单于知道，我大汉公主在不擅长的地方，也不输给匈奴人。我做错了吗？我不许你为别的男人赢。我不许你再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。喂，你别走，等着我。喂，你等一下我。喂，喂。解忧，你去哪儿了？晚宴就要开始了，我到处找你呢。我带西极马去喝水了。哎，这不是温归殿下的马吗？父王，您真的要？怎么？你怕了？没有，胡姑只是觉得……你是真的爱上他了？父王，我没有。哼，织女莫若父。胡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您要在这个时候杀昆明呢？因为他越来越不听话。可是杀了昆明，温归就会接过乌孙大旗，这样一来，岂不是更不利于匈奴在西域的地位？我不会让温归称王的。杀了军须弥，下一个就是温归。那杀了温归，我们就能收复乌孙吗？不。我会让你的儿子成为乌孙的昆明。我的儿子？可是我还没有。你现在没有，不代表真的没有。父王的意思是，杀了昆明，
然后让我谎称腹中怀有王子。不愧是我的爱女。父王，此事太过冒险，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我要你有，你就会有。放心吧，父王一定会把你嫁给一个真正配得上你的人。谢父王。好了，不要在这儿待得太久。君须弥可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。解忧给昆弥请安。免礼，来坐吧。谢昆弥。上次夫人为姑研墨甚好，这次叫你来，也是想让你为姑研墨。解忧不甚荣幸。昆弥，想不到在这里，你还有这样的雅致。练字可以静心，静心方能思辨，这样才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。夫人，今天的骑术表演，确实给姑长了不少颜面呢。昆弥过奖了，这都是解忧应该做的。这草原呢，不比在城中，多有野兽出没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呢。解忧明白。禀昆弥，左夫人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让他进来吧。喂。胡姑叩见昆弥。夫人找姑有何事？今日赛马，胡姑过于尽兴，差点伤了妹妹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特来请罪。姐姐不必自责，赛马就是游戏，今天的事儿我会忘了的。右夫人都这么说了，你就不必在意了。起来吧。不，胡姑立了坏样，怕后宫有样学样，请昆弥重罚。既然如此，妹妹也只能有样学样了。哎，左夫人，你能够如此自律，姑十分欣赏。出来狩猎原本就是为了高兴，在这么高兴的日子里，姑怎么会责罚夫人你呢？来，都别跪着了，起来吧！啊，起来。谢昆弥。左夫人，你来为姑添香。右夫人，请继续研墨。是。殿下，阿彩，殿下，啊，怎么？你的马我帮你收好了。啊，多谢。殿下，你的马怎么是我们家公主骑回来的？啊？是吗？我说这畜生自己跑哪儿去了呢？我正找他呢。好，
右夫人，你来射一支试试。好。昆弥他力大无比，他的弓当然是假，只怕是不适合右夫人的手力吧。哎呀，姑突然想起来了，昨天姑让右夫人研墨至深夜，今天手腕肯定是酸痛无力。夫人，莫怪姑啊。我看你累了，还是回帐内休息吧。解忧不累。既然右夫人不能陪同我们一块儿狩猎，那就请右夫人在原地休息，等候我们比赛的好消息吧。我说陈瑜啊，你让我的右夫人在这太阳底下暴晒，姑可要心疼啊。单于也是一番好意，不过解忧并不想任何人看不起无孙的右夫人。右夫人果然是女中豪杰，不过我倒想看看右夫人是如何协助昆弥争得荣耀的。不过，我现在还想看看昆弥精湛的射术。那可要令大单于失望了。父王说过，真正继承他剑术的，并非是姑，而是翁归。哦，翁归将军，我早听闻翁归将军一箭双雕。怎么样？今日让大家见识一下，给我们露一手吧。好，那翁归便恭敬了，不如从命。好一个一箭双雕！爽快！天亮之前，是否能找到大渊火烧？找不到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别急啊！你不是说金葱茸珍贵吗？那你想想，如果你是下毒的，你会让那些上品再普通的上货吗？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走。我说你，身为女儿身，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儿？什么叫正经事儿啊？那养在深闺中，最后当个和亲公主，那就是正经事儿了。这边。哎，哦，好了啊，哎，下次再来啊。好，给您钱。啊，谢谢。哎，慢走啊。小 K 哥，哎，生意挺好的。还好。怎么，迷魂散又都用完了？不是，我是来找你买一味药材的。什么药材啊？金葱茸，听说过吗？金葱茸，我岂止是听说过，我就是摆弄金葱茸的行家。就连大渊国供的金葱茸都是从我这儿拿去的。大渊国供？对啊，去年旱灾，大渊的金葱茸全部毁了，都旱死了。我就瞅准这个时机，我就把那个老小子那里所有的库存金葱茸，我全部给买断了。随后我高价转手卖给了大渊的国库。哎呦，那不赚大发了？那是啊，这还没完呢。今年这老小子又来了，他一看我用金葱茸挣了这么多钱，给他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，悔得一段一段的。有时候我在想啊，那小子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他又买走了我今年新收购的所有的金葱茸，还是高价收购的。我就想啊，你像去年有旱灾，金葱茸涨价了，
今年这风调雨顺的，药材不会涨价呀，只会跌呀。他怎么那么蠢？不是他蠢，是你黑哥呀太精明，没法弄。哎，小黑哥，等等，你刚才说金葱蓉都被那个人给买走了，那你手上不是没货了？对啊，没货了，整个黑市都没货了。糟了，哥哥，怎么办啊？故意让货商贩卖给大渊，再通过大渊进贡到各国。不过这毒药究竟是什么呢？连国医都看不出来，而且只对翁归与我有效。哎，你说这金从容和什么一起吃下去，会让人觉得心绞痛，甚至吐血不止吗？你说什么笑呢？这金从容可是重伤圣药，特别对那个常年的外伤，那特别有作用。你要给他吃了，围着这乌孙跑2圈都不带气喘的，他怎么能吃了吐血呢？你给他吃多了吧？常年外伤，原来如此。这金葱蓉药性本无毒，是医治重伤的良药。但这批金葱蓉是被人下了毒的，毒性专门针对重伤之人，所以国医和解忧常药并未异常，但对重伤的温归而言，却是致命的。金葱蓉是各国国王赏赐大臣的，大臣中常年外伤积累的是将军。哼，这个幕后的老小子，处心积虑将药材送到各国，是要将刀刃伸向外防咽喉啊！哥哥，哥哥，小黑哥说整个黑市都没有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说，刚才你所说的那个老小子长什么样？他每次来都是蒙了面的，根本看不清他什么面目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每次走的时候一转身，这个脖子上有块胎记，我看清了。多谢。银子。哎，我说漂亮小哥，要不你也来点迷魂散，给他用。哎，等等我！喂，你怎么找那个老小子啊？既然有胎记，就一定能找到。那我要告诉你，我知道他是谁，你怎么陷我啊？太医已经回去歇息了。嗯。阿彩，把这些银子给监狱的狱卒，把这些饭菜给大陆送过去。这是，大陆知道文归平安，就不会跟昆弥怄气了。快去啊！嗯。你们让开，别拦着我了，让开呀！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见小苍狼？哎呦，我说妹妹啊，你这冒冒失失的闯进去，万一他又吐血该怎么办啊？可是，吵什么呀？右夫人，再吵就把文归吵醒了。公主，找到药了吗，怀大人？啊，公主，这治愈重伤的药，我们一直在找，但是想尽办法都找不到，恐怕温归是过不了今夜了。过不了今夜了。药？你们要什么药啊？小苍狼他怎么了？啊，金从容。金从容。金从容。早说呀，我有。我哥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，把仓库全给烧了。幸亏我偷偷藏了几支，我现在就去拿。快去！这个阿依拉呀，有一个跟他截然不同的哥哥。嗯，公主，
下毒的人是常山西侯。喝了，喝了。再喝一口。醒了，这金葱蝾还真是神奇啊！幸亏我偷偷藏了几只，不然全被我哥糟蹋了。小苍狼，小苍狼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父亲呢？他很好，你再喝2口药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能见到他了。来，大口喝。怀大哥，在温归醒来之前，不要告诉他大陆的事情。公主，你这是打算去见昆弥？我同意，常山西侯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整个王庭，昆弥不会放过他的。我还不打算揭穿常山西侯。为什么？打蛇打7寸，光凭一个商人的一面之词，不但扳不倒他，我们还会惹上污蔑重臣的罪名。再说，阿依拉这么善良，如果没有她的话，温归也醒不过来。我真的不想连累他。怀大哥，你留下来帮我照顾温归，一旦有什么事情，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诺。风流，你怎么知道常山西侯脖子后面有块胎记？什么时候看见的？什么时候看见的？当然是洗澡的时候了。你不知道，我最喜欢偷看别人洗澡吗？昆明，已经不早了，当心身子。啊，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我再看一会儿。昆弥，
你来了，说明温归他醒了。回昆弥，解由给温归将军针灸了中府穴，再服用了太后的金葱茸，他恢复神速。你还敢给温归服用金葱茸？太后以德服人，她绝不会害自己的亲侄，解由信任她。古一向赏罚分明，这次右夫人就指温归得利，回宫等赏吧。昆弥，哎，你若是想给他们求情，就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国医乃一介女流，大陆又是温归将军的父亲，情急之下说了一些胡话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什么情有可原？他们诬陷太后，言辞犯上，这都是重罪。你与大陆是叔侄，所以你该了解他的性子。无论他说了什么，肯定是无心的。有没有心，姑自有判断，不用夫人提醒。解由只是担心大陆入狱以后，可能会对朝堂。朝堂之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后宫插手了？右夫人，别忘了你的身份。昆弥，国医是我带来的，他不懂事，说错了话，惹怒了太后，误导了大陆，解由难辞其咎。可是你能不能看在温归将军身体虚弱的份上，宽恕大陆呢？我刚才的话，你还没听懂吗？请昆弥宽恕大陆和国医。你真想跟我对着干？如果你一定要问斩他们二人，那解由只能同死谢罪。这事没得商量。昆弥若是不答应，解由便会在此长跪不起。姑要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才会明白，威胁对姑没用。你既然爱跪，就跪着吧。昆弥，北庭战事连连，还望昆弥早日抉择将军人选。老臣以为，那林虞侯副将跟随莫振离将军南征北战多年，他，昆弥，温归醒了。臣等恭贺温归将军康复。孤本有意让温归接任这戍边将军一职，不过他最近身体不好，所以稍后再议。3天之内，孤对此事必有定夺。温归将军，太医，哎呀，怎么样，太医？没想到我这条命这么硬吧？恭喜啊！这次我能够恢复，全凭太医你的悉心照料。我一定启禀昆弥，好好的嘉奖你。臣愧不敢当。行了，没什么事情，就下去吧。喂。派人跟着他，他一旦出城，即可通知我。是。哎呀，你这一脸愁苦的，你怎么了？将军，属下实在不敢隐瞒，您病重之际，大陆出口激怒昆弥，被打入大牢。解由他也瞒着我，他人呢？右夫人昨夜去见昆弥，至今未归。
叫人来给我更衣。去。是。右夫人在这儿跪了一整夜了，这又是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？请回禀昆弥，解忧不是在施计，而是在表决心，希望昆弥能宽恕他们2人的罪过。解忧就一直跪着，一直到我死。那我再去跟昆弥说说。这个固执的家伙，跟姑较劲的本事倒是不小。昆弥，不必求情，他爱跪就让他跪去。昆弥，怎么了？昆弥，一群大臣跪在太后的寝宫外面说，不是求太后手下留情，不要杀了大陆。什么？走。参见昆弥。你们胆敢到太后寝宫闹事，眼里还有没有这个昆弥？昆弥，臣等万不得已，只求保大陆一命啊！朝堂上的事情到朝堂上解决，你们找太后做什么？昆弥，此事因太后而起，我们只能找太后求情啊！大胆！你们可都是朝廷重臣，怎可拿道听途说的消息来污蔑太后？是翁将军亲自传信，昆弥，你就不要再瞒我们了。昆弥，大陆和翁归将军都是皇室血脉，请昆弥和太后念在老昆弥的旨意，善待他们父子2人。你恳请昆弥，恳请昆弥。好，好。既然你们一个个都心系大陆，那好，姑成全你们，那就到牢中去陪他吧。来人，带走！昆弥，昆弥，昆弥，昆弥饶命啊！昆弥饶命啊！母后，让您受惊了，姑来晚了。昆弥，太后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母后，这事儿是姑没有处理好。这不关昆弥的事。怪就怪温归太咄咄逼人，我好心赏赐的药材，他居然……起来吧。啊。虎姑就是不明白，如果没有那些大渊药材，温归恐怕都过不了这趟鬼门关，他怎么能害救他的人呢？啊，母后，这事儿不能完全怪温归，是姑把大陆囚禁了。你说什么？大陆他言辞犯上，如果我不处理他，那以后还如何服众啊？可是，昆弥莫忘了母后常说的话。母后放心，姑自有分寸。既然连夜把我救醒，为何不让我来处理此事？因为我担心你的身体。你担心我的身体，我就不担心你了吗？
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感情的事情是不能一直退让的。不知道哪一天，你就会退让到连多说一句话、多看一眼都觉得奢侈的境地。你选择去戍边，是因为已经无路可退了吗？我选择去戍边，是为了让你有路可退。起来吧，别跪了。昆弥，他不喜欢被人威胁。我不能走。以他对我的了解，如果这个时候我离开了，他一定知道你来过了。知道就知道，总比你把腿跪瘸了好。你为了我，宁可终生戍边，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做，就让为你跪一次吧。解忧，你说是不是我们两个人都生错了地方？没有。若不是生在此地，你我怎能相遇呢？彼此心里装着对方，也没有什么怨恨和遗憾了。只是我好羡慕你，可以逃得远远的。眼下局势复杂，恐怕我也不能随你所愿，逃离这一切，去当我的戍边将军。解忧，你说，那些因为命运被迫分离的人，是会记挂一生，还是会两两相望？既然命中注定，又怎么会分开？既然已经分开了，破镜难圆，那就让我们用一生去努力忘掉对方吧。当夜绿了，岁月的茶。可是忘记，不是努力就能做到的。回禀侯爷，他跑了。跑了？他早已安顿好家眷，连夜出城逃跑了。侯爷放心，我已派人去追，一定将他灭口。还不快去！喂。陈文圭叩见昆弥。谷已经不胜烦扰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昆弥啊，我这自打清醒以来，耳边就一直有人跟我说，谁谁谁又被关进大牢，我也是被烦得不行了才来烦你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放出流言，煽动那些大臣去惊扰太后，我至于这样吗？
平日以为你只是烈性贪玩，不至于行事鲁莽。可是你这次，啊，太荒唐了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你先坐，我这好不容易病愈，你陪我说几句话。来，先坐。王兄，你还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偷偷溜去特克斯草原，没想到碰到2只野狼的事情吗？记得，怎么了？我还记得当时那2只野狼把我们围了起来，眼见着野狼都已经露出了獠牙，在我们觉得必死无疑的时候，那2只野狼自己却打起来了。他们本是草原的领主，有着强大的力量，有着滔天的野心。他们明明可以分别猎杀我们，然后再分享肉食，可是他们却没有。他们宁可自己吃不下，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猎物。那2只野狼拼得你死我活，2败俱伤，最后的结果却是我们2个人捡回了性命。你想说什么？生活在野狼身边的人，就如同当年的你我一样，不知道多希望看到2只野狼打起来。只有我们2败俱伤，他们才能生存下去。王兄，你知道我生母早亡，太后与我就像母亲一样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宁愿冒犯你，也不会冒犯太后的。所以，义硕和我父亲的事情，还请王兄明察，还他们2个人一个清白。义硕的事情，我当然会查清楚，还他清白。可你父亲当着我的面对我言辞犯上，这是重罪，不是你讲几个故事就能平息的。翁归就是为此替父亲来向昆弥请罪的。王兄，他是我的亲生父亲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放手不管了。你管？你要怎么管？啊？你也想学右夫人在这里长跪不起？我不是女儿家，自然不会耍这些无赖。父亲他身为朝廷重臣，以下犯上，冒犯昆弥，本是死罪。但还请昆弥念在他过往功劳的份上，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翁归也愿以性命相保，此类事情绝不再发生。为表悔意，我们父子2人愿拿出封地5年赋税，赠与戍边将士。记得，明天亲自去向太后请罪。谢昆弥恩典。起来吧。公主，公主，义硕，你怎么来了？都是义硕莽撞，连累了公主。大陆呢？放心，大陆已经被接回去了。是昆弥让你来的吗？是翁归殿下，他说你要见我，才会乖乖回去的。这家伙总算是说了一句懂事的话，看来他是彻底好了。你说，那些因为命运被迫分离的人，是会记挂一生，还是会两两相忘啊？我选择去戍边，是为了让你有路可退。可是忘记，不是努力就能做得到。
将军，这太医今儿一离开，就把老婆孩子安顿回老家了，然后自己收拾东西，悄悄出城了。果然是他。他往哪边去了？一路向东。他这么贸然离开，他的旧主子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这样，你派人跟紧一点，但不要贸然动手。等到仙谷被他们追杀，逼至绝境的时候，再出手救他。这样，他才会真心的服从我们。你慢点啊！哎呀，将军，此女在外鬼祟偷听。什么偷听啊？我只是刚好经过。文贵将军，你这侍卫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吧！冯姑娘，既然刚好经过，不如坐下来喝杯茶。他抓着我怎么喝呀？哎呀！疼死我！我这次能够得以恢复，说来还是要感谢冯姑娘出手相助啊。哎呀，还算你有良心啊！你这深夜过来，就是来给我送药的？你怎么跟右夫人一个德行啊？别忘了，右夫人可是我的师傅。师傅？什么师傅啊？别跟我扯别的，你到底干嘛来了？这只无毒的金葱茸呢，是我从阿依娜手里头，不是拿来的。它不是给你吃的，是拿来揭发常山西侯用的。你跟常山西侯有私仇啊？没有啊，我冯辽一身正气，就是看不惯这些奸臣罢了。那么巧，我温归也一身正气。不过呢，这时机不成熟，我是不会动手的。所以这个金从容，还是先留给我吃吧。冯姑娘放心，温归不会手软，不会让这些奸臣得逞的。你确定不要喝点茶？皇宫是个污浊的地方，但为了报仇，我必须留下来。臣叩谢昆弥不杀之恩，昆弥万福。起来吧。谢昆弥。诸位都是朝廷重臣，以后还望能恪己守礼，凡事三思而后行。谨遵昆弥旨意。陈温归，自荐边境大将，我愿以皇家之名驻守边境，保乌孙昌平。温归啊，姑昨天回去以后，仔细想了想你跟我说的话，发现你记错了。特克斯草原上只有一只狼，没有两只，而这只狼才是草原上真正的主人。就算是孤独至死，也不会放任其他野狼在他的草原上横行。姑决定了，由纳林羽侯将军担任戍边大将一职。温归，你就留在朝堂辅佐我，一样可以保乌孙昌平。退朝。
没想到到了最后，他还是不信我。这几日在大牢里，我算是彻底明白了，不管多么韬光养晦的积累，昆弥不想让你有，你就什么也不能有。我们的命始终不能由自己。不过，不要丧气。人生之路漫漫兮，非一朝一夕定输赢。我并没有想要定输赢，我只想要一走了之而已。这世上哪有一走了之的事啊？皇家无情啊！但是我们一定要活下去。只要活着，这土地、这宫殿、武村的所有，终将都会是你的。我不要所有，我只要我想要的。还好这段时间气候干燥，不然公主这膝盖会落下风湿的病根。公主，你也太老实了，你怎么能珍贵啊？昆弥不在，你就偷懒呗。冯姑娘在外面不是有很多生意要做吗？怎么一天到晚往宫里跑啊？多一个人陪我，可以解解闷。就是。哎，公主，不如我搬进来陪你呀。搬进来？对啊，做生意虽然有趣，但是我想过了，如果公主能收留我的话，我愿意当公主婢女。你若想来，随时可以来，何必要做婢女呢？我觉得当婢女挺好的，看阿彩姑娘就知道了。再说，如果不当婢女的话，就没有资格长留在宫中了。宫里没有外面自由自在，你要是想来你就来，可是，一想到宫中险恶，又有点不忍心。你放心吧，公主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你收留我吧。那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就来吧。你功夫这么好，就跟怀大人一起做。公主，你不是去左夫人的寝宫见昆弥了吗？怎么在这儿读起圣贤书了？昆弥在和左夫人一起用晚膳呢。臣以为，公主这么冒失的去左夫人的寝宫见昆弥，这实在是有失妥当啊。岂止是有失妥当啊，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现在胡姑心里不知道怎么笑话我呢。公主，那你还……今天听你跟我说了昆弥的作为，我才知道，他原来不喜欢别人比他聪明，所以我故意冒失和莽撞一些，他是不是对我就会少一些怀疑？公主说的对。如果我今天不去，那就太不拿他当回事儿了。所以我在胡姑的寝宫门口，足足站了有半个多时辰。这回昆弥心里的火，该消得差不多了吧？臣也这么认为。不过公主，昆弥这次是真的在意了。臣以为，温归现在既然已经苏醒，不如就把国医撤回，公主也适当的回避，不要再路人画饼了。温归将军能苏醒，全是国医的功劳，不能因为昆弥怀疑就把医硕撤走。公主，我理解你的意思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母后，您今天的气色不错，看来这针灸是奏效了。是啊，已经开始第2个疗程了，真的感觉不错。可是，我看儿子好像消瘦了一些啊。最近因为边境换将的事，姑有些烦心罢了。云古特的弟弟纳林羽侯，
一直跟着魏振离将军。你看，这事不行。母后，云谷特上次对您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我不罚他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能委任他弟弟重任呢？那到时候他在后宫，岂不是要闹上天了？我心里又何尝愿意呢？云谷特姐弟是中立派老臣之后，这帮老臣虽腐朽不成气候，但是他们最听昆弥的话了。如今，清汉派和清湖派已经斗得鸡犬不宁。若是让常山西侯或大陆来继任戍边大将军，那昆弥你就难保不被两派势力所左右。我老太婆宁愿云谷特在后宫闹腾，也不愿意看着你的王权被他人所牵制。哎，母后别担心了，孩儿已经有一个两全之策。禀昆弥，右夫人求见。哦，让她进来。喂。解忧给太后请安。啊，免礼。右夫人不是在照顾温归吗？怎么还有时间来给太后请安呢？右夫人，你在照顾温归？太后若是觉得解忧此举不妥，可以听听解忧的理由。我还没有怪你，你倒先发制人了。那你就说说，我倒想听听，右夫人能讲出什么道理。回太后，回昆弥，温归将军屡次被人暗算，是不是匈奴人虽无明证，但是这赤苦城中多次风波也直指王庭，所以解忧以为，温归将军在养病期间也不可掉以轻心，定要护他周全，所以表面上屡次去探望，实际上是请怀大人率其精锐部下保护温归将军。再次，温归殿下乃昆弥的兄弟，事事以昆弥为重，子民感其忠义，乐见昆弥对温归将军的关怀备至。可是昆弥忙于朝政，所以解忧只能代为探望。如此一来，我想昆弥的威望定会如日中天吧。右夫人说的倒是有道理。看来，右夫人想的果然是周全。不过，你此来到底是为了何事？昆弥，解忧恳请昆弥去探望温归将军。温归将军有你照顾了，还要孤去探望，为何？昆弥，温归将军醒来第一句话，便是问昆弥有没有去探望过他。解忧当时正好在场，便大胆说谎，你去过。让他安心养病，温归这才睡去。此后，他每次醒来都会问你有没有去看过他。昆弥忙于朝政，解忧屡次说谎，可是后来听国医说，温归将军虽然最近伤势有所好转，可就是起不了身。起不了身？国医说，温归将军不是身体虚弱，是意志虚弱。所以我担心，再这么拖下去，他真的会生出什么心病来。恳请昆弥去探望温归将军。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外伤。难得右夫人这么有心，这后宫上下能像右夫人这样替昆弥分忧的，还真不多。谢太后夸奖。这都是解忧分内之事，只是于公于私，我都希望昆弥能去探望温归将军，让他早日好转，这样，解忧才能为昆弥解忧啊。你先回宫准备一下，一会儿，姑会和你同去看望温归的。昆弥英明。这右夫人
还真是聪明。何止是聪明，哼，有时候真是机灵的可怕哟。凤归，叩见昆明。免礼。哎，你有病在身，不必急。来，躺下。哎呦，王兄，你是政务繁忙，实在不应该这么跑过来看我。右夫人说您每次醒来都会叫我的名字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国一，翁将军的病情如何？你如何给他诊治的？翁归将军这次伤得本不致命，但是疏于治疗，把陈年的旧患都给带了出来。臣这次以针灸加上汉药，定能治本。好，国一这次功劳不小，回去等赏吧。谢昆明。等你好了，跟姑一同出城迎接师傅。当然，师傅他一手把我们两人带大，老人家戍边多年，好不容易卸甲归田。别说等我病好了，即便是找几个人抬着我也得去接他。你呀，病的就剩这张嘴了。国一，你先退下吧。夫人，你也先退下吧。喂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可是你父亲现在年事已高，不适合带兵。即便王兄你给他兵权，我也不愿再让父亲风餐露宿。我是怕你父亲误会。王兄你多虑了，父亲他不会妄自揣测的。我想他一定会明白王兄你的良苦用心。能这样想甚好。其实我是想跟你商量，不如由我来接替师傅，担任这戍边大将。哦，你真这么想？我跟着师傅南征北战这么多年，论功勋名声，论对边境将士的熟悉程度，我是最好的人选了。可这次戍边和以往可不同啊！我当然知道，戍边大将扎根边疆，心无旁骛，誓死保卫乌孙。既然这样，这次你为何要反朝呢？我收到一封密信，信上说有人要谋害太后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信的真假，可是我担心太后安危，所以就先斩后奏，冒死反朝。行了，既然是为太后着想，也算是你一片孝心。姑这回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不能有下次。你要知道，你是我弟弟，我可不想让那些老臣觉得我偏袒你，更不能给那些青湖派落以口实。你可明白？翁归明白，誓不再犯。翁归，你应该很清楚至亲带兵的利弊。翁归，公主她冒着生命危险来看你，你只会给解忧带来痛苦。如果昆明愿意赐我戍边大将军之名，我愿意发誓，长守边疆，永不回朝。公主怎么坐在地上？太凉了。怀大人，你看，
今晚夜色多美啊！小的时候，班主跟我说，人要是死了，就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。那些前世相亲相爱不能在一起的人，死了之后，还是可以在天堂相遇的。我死了，肯定变不成星星，肯定是下地狱的那个。再美的夜色，也挡不住日出。你说的对，太阳就是命运，就是皇权，我们谁都无处可躲。可是太阳落山后，还有月亮来照亮前行的路。月亮。最美的月亮。怀大人，我不喜欢这儿，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。你说什么？臣亲耳听见的呀。温贵将军自请戍边，昆弥已经答应了。以大博小，温贵这是下的什么棋呀？如此说来，要尽早绝了后患。侯爷，臣已守候多日，那温贵将军十分的警觉，臣真的没有机会下手啊。侯爷，臣愿意归还所有黄金。太医，被猛虎追视，千万不能回头。回头的那一瞬间，你就有可能碎尸万段，知道吗？以温贵的身手，毒针是进不了他身了。好在我们还有后者，但这个后者又要劳烦太医了。我不过就是把个脉，怎么能劳烦太后的红人仙骨太医呢？为夫人把脉，这是微臣的福分。听闻太医连日给温贵殿下疗伤，想必和那个汉人女医官熟得很吧？汉人是汉人，微臣是微臣，微臣跟那汉人没有交情。这都用上汉人的把脉手法了，还说没有交情？夫人，风寒易治，重伤难愈呀。太后那里有大渊的名贵药材，叫金葱茸，对重伤之人十分有效。重伤之人，重伤之人与我何干啊？
常山西侯的意思，左夫人应该明白呀。西侯，太医刚才说的名贵药材叫什么名字？哦，金葱茸。虎姑给太后请安。你午前不是请过安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给太后请安，多少次都不觉得多。这孩子，你嘴可真甜呐！那赐座。谢太后。纳和雅，你一会儿把这个给昆弥送过去。喂。昆弥最近消瘦了许多，我给他送些补品。昆弥忙于政务，还是太后想得周到。太后给昆弥送的，是不是金葱茸啊？金葱茸？对呀，听说金葱茸是大渊的名贵补品，十分珍惜。左夫人，金葱茸不是补品，是贵重药材，是给重伤之人用的，昆弥用不上。重伤？啊，原来是适合温归的药材呀。虎姑见识浅薄，闹笑话了，太后见谅。没关系。不过你刚才提到了温归，这孩子确实伤得不轻，可以用一些金葱茸。我的宫里面还有吗？啊，回太后，去年昆弥狩猎受伤时，你给他准备了很多金葱茸，他伤好了以后，还剩下了许多，奴婢都收着呢。那你就把剩下的金葱茸拿上，去给温归送去。喂。昆弥，莫振离将军告老谢驾，臣以为那林宇侯副将军军功显赫，义得军心，可升任为将军。臣等也赞同那林宇侯副将军代戍边将军一职。小侯很赞同各位大臣所言，那林宇侯副将军是戍边将军不二人选。西侯所言极是。昆弥，臣以为，昆弥，何事惊慌？昆弥，温归将军，温归将军他血流不止，生命危在旦夕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太医来报，温归将军一直在吐血，而且已经听不到心脉了。啊！换将一事，稍后再议。退朝。撤！温归，公主。温归。怎么会这样？公主，臣刚刚给温归殿下止住血，但是温归殿下病情严重，需在中府穴施针。那为何还不施针？中府穴乃微穴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了的。温归殿下若挺不住的话，